荒唐！此等大事哪是你们姑娘家操心的，万万不可。哎呀，袁大将军，这可是本姑娘百思才得其解的锦囊妙计呀！姑娘家怎么就不行了呢？姑娘家也可以成大事儿啊！再说了，不是说了吗？金国也可以让须眉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这叶红影贵为神机营的第一杀手，他第一杀手怎么了？第一杀手他回家也是怕娘子的呀。实在不行，就让我们冬青姐给他一施美人计，不就行了吗？阿弟，不许胡说！哎呀，冬青姐，现在是成大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这样。再说了，你本来跟他就是青梅竹马的夫妻嘛。二弟，杨姑娘，你真有把握说服叶红影吗？袁将军，我尽量试试吧。我相信叶红影的本性，并不是助纣为虐的人，再加上他师父战天云的帮助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服他的。也好，我马上派兵护送二位即刻赶往东山县，尽快促成此事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冬青姐，咱们赶快走吧。二弟，袁将军，我倒是不赞成现在派兵，这人多啊，反而容易暴露目标。你也知道，魏忠贤的眼线众多，我们人多了，反而让他看出破绽，容易打草惊蛇。这样一来，很有可能前功尽弃。不如这样，正好我们姐妹二人乔装打扮，也许啊，这样更容易掩人耳目。也罢，就依姑娘的意思，此去关内一路凶险无比，还望二位姑娘多加保重，千万不可贸然行事。本将在此静候佳音。杨冬晴，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叔叔，红影哥哥和潘巡抚就是因为一个叫杨冬晴的风尘女子，才会反目成仇的。你是说，他二人是为了一个风尘女子才大动干戈，以死相搏的吗？都是因为这个女人，红影哥哥变了，整个人都变了。不可能。正所谓知子莫若父。潘如真的确是个性好愉色之徒，但是红影心高气傲，绝非是沉溺于那种地方的人。我不相信他会为了一个烟花女子而心性大变，甚至手刃同袍。可是叔叔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那个叫杨冬晴的烟花女子，她就是东林党反贼杨莲的女儿。什么？她和红影哥哥自由定下了婚约，说起来也算是红影哥哥未过门的妻子啊。原来如此，想起来了，我对此事还真是早有耳闻。难道红影至今还对那个杨家的丫头念念不忘？红影哥哥虽然受了重伤，可是一定还活着。我要去找他，现在就去。慢着，这人海茫茫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我不管，就算找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傻孩子，找人的事就交给叔叔吧。这么说，叔叔知道红影哥哥在哪儿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已经回到了他师傅那儿，折剑山庄。皇上，方才老臣于御书房外听见皇上龙吟长叹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大胆！韦公公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皇上圣劝，便擅触龙颜，简直是我大明王法于无物。哼，孙大人，你越俎代庖，难道就是将我大明王法视为圣物了？那就把话说清楚。今日你在皇上面前诬陷本官越俎代庖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哼，大明祖制早有明定，皇上选嫔纳妃之事向来皆由内务府或礼部长老安排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吏部了？韦忠贤，你，哼，难道老朽说错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你孙大人私下为皇上安排选妃之事，
在满朝之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现在就请皇上做主评理。孙大人这么做，难道不是老朽说的越俎代庖吗？行了，二位爱卿，不要再为朕选妃之事留作无谓之争。皇上，请恕老臣斗胆直言，皇上选妃，此乃国之盛事，绝不得有虚与辱节相悖于祖典先制。还请皇上圣明，这选妃之事，还是交由老臣以内务府之名代皇上安排吧。皇上，难道你就任由魏忠贤的老贼如此恣意放肆吗？自先皇宣朕入宫，扶正登基以来，亲睹魏忠贤飞扬跋扈、蛮横专政，独揽大权。朕已经学会了2件事。皇上学会了哪2件事？等待与忍耐。等待，忍耐。不错，朕虽登龙基，但说穿了，就是一头纸糊的老虎。反观那魏忠贤，满朝文武，哪一个不对他阿谀奉承、毕恭毕敬？在朕没有掌控实权之前，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此事与他迎面争锋，那就是以卵击石，最后受牵连的还是天子脚下的黎民百姓。可是皇上，难道你就真没想过，魏老贼让他亲侄女儿入宫伴君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满足他夺权的野心？魏奸臣狼子野心，朕当然明白。可就是因为明白，才更要学会等待。等待？微臣不知，皇上在等什么呀？朕在等待一个可以帮朕拨乱反正、铲除阉党的英才出现，也在等一个能将魏忠贤置于万劫不复、死地的机会。皇上，微臣斗胆请示，皇上您所提及的能辅佐你铲除奸党的英才，究竟是何人？平辽大将军崇焕。叔叔，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，唯独这件事情，请恕方宗不能从命。方宗，其他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由着你的性子，但这件事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亲叔叔。叔叔，你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我一手把你拉扯大的。你的亲爹，也就是我的亲大哥，在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我，而我进宫时起，就再也不能有子嗣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，更把自己当成是你的亲爹呀。叔叔，自打我懂事起，就一直把您当成是方宗的亲爹。可是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试问天下，有哪个做爹的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女呢？住口！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你入宫为妃，全是为了你的终身着想。你怎么能说是害你呢？再者说，他日你若蒙皇上宠幸，荣华一生，自是不在话下。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荣华富贵，当初是叔叔您亲口答应把我许配给红影哥哥的，您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逼我进宫，去伺候一个从未谋面的皇上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。我只想和我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可是你爱的那个人，给过你什么？
除了痛苦，他还能给你什么？不，只要和红影哥哥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快乐。红影哥哥他不会给我痛苦的。孩子，你何苦自欺欺人呢？其实你心里比我更清楚，颖儿的心里早就被杨中青给占满了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。够了，您别说这些了，我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叔叔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不，面对现实吧，孩子。不，是红影哥哥亲口说的，他愿意娶我的。当时您也在场。红影哥哥说，只要1年，他就会和我成亲的。叔叔，您口口声声说你把红影哥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，可是你……可他毕竟只是我的义子，他不姓魏。叔叔，醒醒吧，孩子！红影除了伤害你之外，给不了你任何一点爱，哪怕只是一丝一滴呀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现在就要去折剑山庄找红影哥哥，我要他亲口告诉我，他的心里只有我，他是真心爱我的。你除了入宫，哪儿都不许去！您让我入宫伺候皇上，无非是想利用我，诱惑皇上，保住您9000岁的龙头宝座，不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叔叔您心里最清楚。为了权力，您就忍心把您的亲侄女像牲口一样卖了？住口！总之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皇上已经放下话了，选个良辰吉日，就送你入宫。进宫之前，你给我安安实实的待在府里。你该怨的不是我，是颖儿。如果不是她对你无情，我又怎么能忍心让你入宫，去当皇上的嫔妃呢？哎，大小姐，9000岁吩咐了，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。